在墨西哥有一头庞大的巨兽，人们称它为墨西哥的杜甫，它吞吐着无数资源，也反哺着2200万居民的生计，这座超级都市由此得以繁盛。这就是阿巴斯托大市场，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之一。但在一个被贩毒集团和暴力撕裂的国度里，就算只是卖水果和蔬菜，也需要武装保护。12个分队时刻驻守在市场和出口附近，这就是所谓的市场警察巡逻。装甲车配合摩托车护卫，每一次出动都是一场武力战事，目的只有一个，让人们能安心来这里，不必担心被抢劫或袭击。过去40年，阿巴斯托始终是新闻头条的常客，暴力抢劫、勒索、谋杀，甚至在2018年，一名女警在这里被人从背后开枪击中头部。多年混乱之后，当局决定用武力重新掌控这里。如今，市场已被监控摄像头严密覆盖，在市场内部，一个现代化的控制中心昼夜运转，死死盯住一切。每天24小时，一周7天，警方紧盯着652个摄像头的画面。就在刚刚，一辆摩托车司机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他们马上用对讲机联系外面的警察前去查看情况。墨西哥城警察副总指挥加西亚负责这支800人的队伍，专门维持市场安全。在这里，摩托车往往是帮派或贩毒集团执行暗杀、抢劫的首选工具，警察不得不不断盘查，因为市场里的大多数犯罪都与摩托车有关。市场出口每天拥堵不堪，而摩托车却能让罪犯轻易逃脱。为了保持优势，警方采取零容忍政策，哪怕只是小小的滋事，20名警力也会强势出动。这个男人只是在公共场合喝酒，如今这里已经全面禁止饮酒，以避免引发暴力事件。饮酒是导致暴力的根源，醉酒的人会打架、伤人、施暴，甚至杀人。然而，在这些高压措施背后，真正的威胁却远比表面更加巨大。墨西哥城是北美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全国的经济心脏。它不仅养活整个国家，更是整个大陆的重要粮仓。阿巴斯托中央市场占地面积约为5000亩，约 3.3 平方公里，每天24小时不间断运转，为墨西哥城提供 80% 以上的食品供应。每天有超过50万人在这里工作、交易，相距5万多辆卡车驶入，卸下货物。市场里有自己的餐馆、银行，甚至纹身店，色彩斑斓，气味交织，宛如一座城中之城。阿巴斯托市场甚至被称作墨西哥第2大金融中心，仅次于证券交易所。每个月，这里就有超过 7.5 亿美元的资金流动。如此巨大的财富，自然引来了墨西哥最强大的贩毒集团——哈里斯科新生代贩毒集团，也就是 CJNG。他们已经牢牢控制了这里的牛油果和柠檬市场，这2样是全国最常消费的农产品。谁敢多嘴，就会被杀。人们心怀恐惧，他们有理由害怕。这里腐败横行，很多商贩曾为反抗勒索而暴力抗议。想在这里卖东西，必须每天缴纳20到35元的费用，但这些钱永远不会出现在市场的官方账目里。在阿巴斯托，极度的财富与极度的贫穷并存。这个市场浓缩了墨西哥社会的一切矛盾，既有阴影，也充满活力。罗伯托今年31岁，他在城市里最危险的地方长大，但市场让他得以远离帮派和贩毒集团。他选择了一份普通人的生活，每天凌晨3点起床开始干活。罗伯托继承了父亲的摊位，专门卖土豆。他每天都要去市场的批发区进货。这些工人从晚上10点、11点就开始干活，其中甚至有未成年人。在墨西哥，16岁以下孩子打工是违法的，但在这里并不少见。罗伯托买下590公斤上等土豆，进价是8元1公斤，卖价12元。最近食品价格飞涨，通胀让整个墨西哥叫苦连天。搬货时，他
他要依靠市场里的迪亚夫，他们是市场里最辛苦的一群人。在这个324万平米的巨大迷宫里，有14000名推车汉，一天能赚100元，但要拉动上吨的货物，一干就是10多个小时。罗伯托的土豆由推车工人何塞负责搬运，他们是老熟人了，罗伯托也是他的固定客户之一。凌晨4点，何塞推着近600公斤的土豆，在市场拥堵的路口艰难穿行。4公里之后，他们抵达零售区，这里有餐馆老板、批发买家，还有普通市民。摊位上堆满了色彩斑斓的蔬果，比如仙人掌叶，这是墨西哥的特色，可以榨汁，也能做沙拉。如果都像今天这样生意好，他一天最多能赚到400元人民币，但要从午夜开始，到下午1点结束，一共13个小时。不过这个工作好的一点是，没有老板盯着，自己决定拉多少货，拉什么货。何塞已经干了17年了，如今这份工作已经不再适合他，体力已经跟不上了。2年前，罗伯托接手了因新冠肺炎去世的父亲经营的摊位。疫情期间，市场无数工人倒下，他们每天近距离接触，几乎没有任何防护。即便如此，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他们仍然没停下，依旧为墨西哥城供给食物。租下一个摊位，每月要花4300元，但罗伯托不用交租，因为父亲早年就买下了摊位。罗伯托每月能赚9000，是墨西哥平均收入的2倍。正午时分，忙碌9个小时后，他结束了一天的生意。可罗伯托不只是个土豆商贩，他还有第2份工作，或者说是另一种热爱。土豆小贩摇身一变成了纹身师，他就在市场旁边开了人生第1家纹身店。大多数顾客都是市场里的熟人，罗伯托很自豪，因为他像许多人一样，从最底层一步步走来。15岁时，他就是个推车工，靠辛苦搬运维持生活，干了6、7年，攒下一点积蓄，他终于买下了工具，开始练习纹身。如今他有了自己的小店，名字叫 Virgileros， 在这里他和朋友们一起工作、聊天、听 rap。 阿巴斯托是一座真正的城中之城，可以在这里纹身、理发、擦鞋，也能完成一整天的采买，随手尝尽无数美食，几百个摊位，几百种风味。这里的墨西哥烤猪肉串是最受欢迎的一道传统菜品，让人们胃口大开。当然，牛头肉料理也很受追捧。也有更独特、更诱人的水果，比如马米果，果肉香甜，果核甚至能用来做洗发水。还有世界上最重的水果菠萝蜜，重量可达40公斤。再比如番荔枝，它的果肉苦中带甜，可以榨汁或做冰淇淋。不过，这里最耀眼的明星仍然是鳄梨，俗称牛油果，它是墨西哥文化的象征。墨西哥是全球最大的牛油果生产国，但如今很多人已经买不起了，短短4个月，价格翻了1倍。曼努埃尔是一位做了30年的牛油果批发商。1998年，一箱20公斤的牛油果只要50元，如今一箱已经涨到380元左右，短短几十年，价格每公斤上涨了16元。因为太贵，大部分牛油果只能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国内市场只能转向更小、更便宜的果子。但真正的原因不只是供需，答案在距离首都600公里的地方——米却肯州。这是墨西哥最危险的州之一，记者几乎不敢涉足，游客也被警告远离。这里同时也是全国牛油果的主要产地。67岁的农民何塞·路易斯是极少数愿意出境的人，他住在乌鲁阿潘，这是世界牛油果之都。一路上随处可见武警和军队的检查站，因为这里治安太差，这些年一直如此。
乌鲁阿潘是米却肯最致命的城市，位列全球10大最危险城镇之一。这里枪支泛滥，暴力无处不在。米却肯州也是墨西哥头号通缉犯哈里斯克新生代贩毒集团首领埃尔门乔的大本营。这个血腥的贩毒集团拥有媲美军队的武器与装甲车，正在吞并整个米却肯州。他们盯上了牛油果产业，把它当作新的绿色黄金。农民必须缴纳税金，否则后果惨烈，有人因拒绝缴费被脱光衣服吊在树上示众。2022年8月，乌鲁阿潘的一片牛油果园里甚至挖出了38具尸体。在这种恐怖下，何塞·路易斯仍坚持种植，但有一个条件，不许提及贩毒集团4个字。他的儿子们正在干活，他们不用除草剂，全靠人工清理。和许多农民一样，他和20多岁的2个儿子每周7天不停劳作。全世界最好的牛油果就出自米却肯。哥伦比亚、秘鲁、智利也有种植，但味道完全不同。这要归功于这里的土壤、水源、海拔、阳光还有空气。他在6万平米的土地上，每年收获8到12吨牛油果。何塞虽然嘴上不敢说，但实际上他很可能也在交纳30%的保护费。在米却肯，毒贩们靠农民的血汗大发横财，不过也有人举起了反抗的武器。2013年，农民伊波利托·莫拉组建了第一支自卫队，对抗贩毒集团的暴力统治。在卢阿纳村，他来到了10年前的那个广场。2013年2月24日，就是在这里开始反抗的。起初只有3个人，后来整条街都挤满了想要反抗的人。也就是在那一天，墨西哥第一支自卫队诞生了。所有被贩毒集团挟持的人们聚集在莫拉身边，普通农民放下锄头，拿起武器，不能再让毒贩继续毁掉他们的生活了。必要的时候，他们宁愿为此而死，否则这场斗争不会停止。在政府长期漠视勒索的背景下，自卫运动逐渐成型。短短几个月，米却肯各地相继出现了几十支自卫队。然而，贩毒集团的报复来得异常迅速。2014年12月16日，他们在这里遭到埋伏。那一天，莫拉失去了5个弟兄。这片农田被毒贩占领，他们被四面包围。30名全副武装的枪手疯狂朝着自卫队开火，发动了一场长达半小时的激烈枪战。结果11人死在当天。那一排木十字架正是为他们树立，其中一个是莫拉的长子，长子年仅40岁，留下了3个孩子。葬礼当天，3000多人前来悼念。以前这里的人能在夜里安心睡在星空下，如今全家人会在家里被屠杀。然而，即使有了自卫队，暴力依旧没有消失。除了牛油果，另一种水果也特别畅销——青柠檬。如今，贩毒集团牢牢掌控了青柠产业，他们按每公顷土地收取保护费，每月850元。后来，贩毒集团的胃口越来越大，他们不再只收土地税，还强行抽取销售额的5%。农民原本一周能从周1收成到周6，但他们却规定只能采收3天，有时2天，甚至只有1天。理由很简单，青柠价格太低。这些贩毒集团对供需规律了如指掌，他们通过制造人为短缺，硬是把价格抬了上去。在墨西哥城的中央批发市场里，青柠的价格已经高得离谱，从1公斤7元飙升到25元。一些品质最好的青柠更是要价160元，人们只能讨价还价。对每天都要吃青柠的墨西哥人来说，这是切实的打击，大量的青柠甚至直接被出口到国外。市场不眠不休，卡车24小时在这里进进出出，但最特别的场景却发生在第3号走道。这里是装卸区，也是木箱的集散地，整个区域被5个家族牢牢把控。空间有限，他们只好见缝插针，
把木箱一层层堆上去。要把这些木箱码好，需要几乎像杂技演员一样的身手。有人爬到20-30米高的堆顶，这相当于一栋8层楼房，数以百万计的木箱就这样被堆叠在这片寸土寸金的地方。盖尔玛在这里回收修复木箱已经40年了，他希望2个儿子有一天能接班。他的手下有10几个工人，其中一个叫罗森多，干着锤钉工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活儿，一干就是30年。手指被锤子砸到，或一时疏忽钉子扎进手里，都是常有的事。钉钉子也有技巧，他说着，手上的动作熟练无比。一天要修700个木箱，修一个木箱只能挣2.8元，干满13个小时也才180元。连老板盖尔玛自己也不算富有，但他依然对这份手艺感到自豪。这种循环利用更环保，也能省下不少树木，而且价格便宜，新木箱要10元，回收修好的只要4到8元。以前这些木箱都是直接扔掉的，如今却成了就业的机会，整个中央批发市场靠它吃饭的人超过10万。在这里，有人靠市场致富，比如拉米罗。他甚至会自掏腰包雇人打理市场的绿化。他并不是这里的负责人，只是中央市场里比较有钱的商人。他请人栽树，是为了让这里更舒适。拉米罗是个农民的儿子，靠卖洋葱起家，如今已经身家1000万美元。他的故事在市场里无人不知。50年前，他只是从穷省份来的一个20岁青年，卖着家里小农场种的洋葱。半个世纪过去，他的洋葱日销量超过250吨。即使如今已经不必亲自出面，但他依然每天到市场。他说这是家族传下来的习惯。他们是一家人经营的买卖，不炫富，却实打实的富有。他的家人几乎全在市场工作，他还养活着上千名员工。每天早晨8点钟左右，就会有80多个工人陆续到来。市场就像墨西哥的水果和蔬菜交易所，价格每天都在这里的卡车卸货区被决定。当价格合适时，拉米罗不仅买洋葱，还会顺手收购番茄、辣椒，再卖到全国，甚至出口美国。他几乎每个小时都要走一圈，在市场里摸行情。洋葱的处理更费功夫，刚运来的洋葱往往脏兮兮，还有损伤，必须经过清洗、去皮，才能变成干净、光滑、随时可以下锅的洋葱。这个繁琐的环节却让许多人有了糊口的机会。这些工人每天临时雇佣，当天结算。像菲洛米娜和妻子伊娃，今天是第一天来，他们坐了2个小时的巴士，从小村子赶到这里。在这里，不需要文凭，也不需要证件，只要愿意干活，就能领到现金。拉米罗先生一直拒绝用机器来取代人工，他很清楚自己在这个国家社会现实中的角色。用机器当然更便宜，雇人反而成本更高，但至少能创造工作机会，对他来说，能提供就业更重要。墨西哥没有社会保障，没有失业救济，也没有养老金。最贫困的人往往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甚至只能带着孩子一起工作。像阿贝尔这样的工人，连个像样的家都没有，只能在市场里勉强安顿。他和妻子孩子一起，女儿7岁，儿子4岁，最小的宝宝1岁10个月。他们的床就是铺在地上的几块地毯，用来抵御夜里的寒冷。至于上厕所吗？外面就有，但一次要3元，他们为了省钱，只能经常憋着。面对政府想要驱逐这些贫困家庭，拉米罗先生公开反对。但2年来，由于创纪录的通胀，这类脆弱群体的人数倍增。如今，几乎每2个墨西哥人里就有1个，日收入不到20元。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人来捡拾废弃的蔬菜水果。市场每天丢弃大约850吨货物，他们靠这些残余维持生计。中央批发市场就像是墨西哥社会的缩影，
赤裸裸的贫困、根深蒂固的腐败，全都集中在这里。在市场里，商贩要么是有摊位，要么是向管理方租用摊位。但除此之外，还有1万多名流动小贩，他们每天早晨随便找个空地摆摊，没有任何官方许可。这里像个超级大集市，从袜子、包、玩具到衣服，应有尽有。米尔顿就是其中一位小贩，他每天早上5点半带着妻子和3个孩子来到市场，然后再把孩子送去上学。他已经连续15年，每周7天都在这里摆摊，卖些五金和小玩意儿。他们虽然没有正式身份，但每天都要给市场的代理人交租金，全是私下交易，不记入账目。一个小贩愤怒地对代理人动手，因为他明明交过钱，却被强行驱赶。这种情况时常发生。米尔顿说，他们每天要交15到35元的摊位费，1个星期下来是一笔不小的负担。这笔钱从来没进过市场的账本，如果有人拒绝交钱，这些代理人就会没收他的货物。在米尔顿看来，市场的管理层就像黑手党，他们向商贩勒索成千上万的钱，说是保护费，其实只是中饱私囊，这种钱被市场高层和各级成员瓜分。事实上，这座巨大的中央市场一直由一个私人信托和政府指派的管理人员共同掌控。一个名声不佳的机构，常年被指控腐败，甚至与贩毒集团关系密切。因此，前任市场主管胡里奥·塞尔纳·查韦斯如今因非法致富正在狱中服刑。2020年，政府任命著名经济学家马塞拉·贝尔加斯接管市场，但这一决定饱受争议，抗议者要求他辞职。几个月前，一个匿名组织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带威胁的视频，指控他腐败。自那以后，市场管理部门门口几乎天天都有示威。然而，在最底层，小贩们的日子依然艰难。米尔顿1周7天，每天13个小时辛苦工作，却只能勉强维持生活。他一天唯一的休息，就是抽空步行40分钟，把孩子送去市场外的学校。米尔顿希望孩子们能走出市场，远离这里的不安与暴力，迎来一个不同的未来。